怀孕5个月时，程子安的白月光来家里挑衅纵火，我没有联系程子安，而是用湿巾捂着口鼻，默默等待救援。只因前世，我在失火的第一时间将他叫回，求他送我去医院急救。最后孩子是保住了，可周岩却在当天葬身火海。他嘴上说着不怪我，让我安心住院待产，还特地请假照顾，却在我生下孩子当天用刀狠狠割断了孩子的喉咙。我和孩子被他活活烧死，死前一刻，我透过漫天火光看见他凶狠狰狞的嘴脸。如果不是你故意纵火，妍妍根本就不会死。你以为你装成受害者的样子就能骗过我吗？做梦！我要你给他偿命。你不是喜欢纵火吗？我就让你亲身体验，好好感受妍妍死前的痛苦。再睁眼，我回到火灾现场，浓烟一股接一股的往鼻腔里灌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被呛得止不住地剧烈咳嗽，这种疼痛让我一下子就从关于前世的记忆里脱离出来，清醒过来。我当即拿出手机，不过这次拨打的不再是我那身为救援队长的老公的电话，而是拨打了公共救援的座机号码。等到救援队赶来的时候，隔老远我就瞧见了橙子安娜熟悉的身形。他把周岩从火灾现场抱出来之后，我这才放心地出声向其他人求救。那些队员以为我在无理取闹，沉着脸训斥了我好长时间。墙上的挂饰突然掉落，重重地砸在我的孕肚上，我当场就吐出一口鲜血。可他们就像没看见一样，我咬着牙强忍着剧痛，使出全身的力气从火场里往外爬。然而所有降温的设备都被用在了周岩身上，橙子安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，只骂我是咎由自取。我疼得浑身直冒冷汗，嘴里不断溢出鲜血。我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孩子的生命力在快速消逝。前世火灾刚发生的时候，我和周岩同时给他打电话求救，他为了孩子选择先救我出去，结果在返回火场的时候，火势已经失控，根本进不去救人了。周岩就在当场被大火吞噬，连尸骨都没剩下。程子安嘴上说没事，还劝我不要太难过，不要自责。为了安抚我的情绪，还专门请假陪着我待产。可我刚生下孩子那天，他就拉着我和孩子到周岩的坟前，当着我的面用刀一下子割断了孩子的喉管，鲜血溅到他脸上，让他的双眸看起来更加猩红。他恶狠狠地说：张月，你知道被活活烧死是什么滋味吗？妍妍遭受过的痛苦，我要你加倍偿还。后来我就像他希望的那样，和孩子一起被大火烧死了。这一次重生，我就想离得远远的，没想到他还是不放过我，连降温急救的设备都不舍得给我用。我用余光看到身下血流得像决堤一样，只能用沙哑的嗓子发出最后的求救声：救救孩子，求求你们！离我最近的队员终于察觉到了，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可眼神里满是不屑和讥笑。他抬脚踢了我一下：嫂子，别装了，咱们队里谁不知道你看不上妍妍姐呀？没想到你怀着孕还放火，老大已经去救人了，你再怎么装也没人看。说实话，我还挺佩服你的，为了一个男人能做到这种地步，只可惜啊，老大心里只有妍妍姐，你还是祈祷妍妍姐没事吧，不然小心老大直接跟你离婚。我知道程子安不爱我，可我没想到他的队员也这么看我。腹部一阵一阵剧烈的宫缩，让我再也发不出声音。滚烫的皮肤在高温下开始脱皮，所有队员都在忙着扑火，没有一个人来关心我的状况。在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听到旁边有人惊叫道：呀，地上怎么那么多血呀？坏了坏了，嫂子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能出什么事啊？无非就是想让老大过来看他一眼呗，都闹了半天了。算了，你去叫老大过来看看。可是我没等到程子安的关心，只等来他无情的质问。他戴着手套的手用力扇了我2个耳光：张月，醒醒，装什么装？我过来了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自己放了火还能把自己烧成这样，这叫自作自受，有意思吗？到这个时候了，他还以为火是我放的，还以为我是在吃醋演戏。我想解释，可是嘴里干得根本说不出话来，肚子又疼得要命，只能伸手抓住他的袖子，期望他能明白我是在求救。可他犹豫了2秒，却重重地按在我的腹部，演得还挺像回事儿。要不是妍妍说你放完火早就躲起来了，我还真就信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。下一秒，旁边就传来队员的惊呼声：老大，血，嫂子出血了，是不是流产了呀？别管他，妍妍说了，那是鸡血而已，孩子都5个月了，哪有那么容易掉？
碍眼就让它眼去。一阵剧痛之后，我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在梦里，我好像回到了和橙子安刚认识的时候，在一次校园讲座上，他的脸冷得像冰山一样，但是他过硬的专业技能却吸引了很多女生，我也被他吸引，对他一见钟情，然后就开始到处打听他的消息。那时候我还是学校的实习讲师，他看不上我，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我学习越来越努力。转正之后，我以感谢的名义请他吃了顿饭，我敏锐地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有了变化。我抓住这个机会，开始热烈地追求他，鲜花、篮球、蛋糕、咖啡，只要是能送的礼物，我都毫不吝啬。最后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他答应了我的表白。我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，却没想到是我噩梦的开始。在一起之后，他对我越来越冷淡，每次约会不是说工作忙，就是有突发救援任务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话，直到我们婚礼那天，一封从国外寄来的邮件彻底打破了我的美梦。周岩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一起的10年，每一秒的回忆都让我心痛得像被刀割一样。原来他失约的那些时间都是在陪另一个女人。更可悲的是，我连质问的勇气都没有，我怕他离开我。前世周岩死的时候，他那么冷静，让我一度以为我才是这段感情里的胜利者。他为了我和孩子，几乎把全城的母婴店都搬空了。这种突然而来的爱意让我头脑发昏，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直到我生完孩子死在他手里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他不是在用生命爱我，而是在不遗余力地报复我。他心中的爱人从始至终都只有周岩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被送到病房里了。在我身边的不是程子安，而是陌生的面孔。你醒了，我是你楼下的邻居，本来想看看伙食怎么样了，没想到上去之后看到你一个人躺在地上，我就把你送到医院了。你没事吧？感觉怎么样？我费力地活动着四肢，当双手摸到肚子的时候，动作停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送来的时候医生说你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我扯动嘴角，苦笑着说，不怪你，我知道的，谢谢你送我来医院。连陌生人都能一眼看出我不对劲，可结婚5年的丈夫却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看到我情绪低落，他比我还生气。这些救援队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好的一个人躺在那儿，怎么不救呢？要不是我上去看，你现在命都没了。你家里人呢？孩子的父亲也不管吗？你要是有号码的话，我联系他过来。你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。那个救援队我已经举报了，这种人继续干下去就是社会的祸害。我点了点头，可是一开口只能发出微弱的气声。孩子的父亲死了。话一说完，他脸上满是同情。他主动说要照顾我，直到我出院。我拒绝了他的好意，我把住院费和手术费转给他，然后劝他离开。人虽然走了，但是网上的舆论却一直在发酵。救援队长后院起火这个话题自带热度，现在已经冲上了各大软件的热搜头条。邻居好心把我倒在地上的照片发到评论区，一下子就引起了全网的热议。所有人都在骂救援队是不是只管救火，对孕妇和肚子里的生命视而不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们就只能叫救火队，不能厚着脸皮说是救援队。我把网暴的评论区都看了一遍，只觉得这样的惩罚对程子安来说还是太轻了。我打开聊天框，想给他发离婚的消息的时候，周岩炫耀的信息先弹了出来。原来他也在这家医院，就住在我楼下。照片里，程子安亲自给他喂粥，小心翼翼地吹了又吹，生怕他烫到。这样亲密的照片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，这样的图已经不能再激起我的情绪了。我默默关掉聊天框，给程子安打了电话。打到第5遍的时候，他终于接了，声音里满是不耐烦。你还有脸打电话过来？想干什么？想问妍妍死了没有吗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要让你失望了。妍妍已经被我救回来了，现在活蹦乱跳的，就在医院里。张月，认识你这么久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在杀人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，马上滚到病房里跟他道歉，不然就离婚。还没等我说话，那边就传来周岩委屈的啜泣声。子安哥哥，你别怪嫂子，都是我不好。他要是说我放火，你就认了吧，别跟他争。孕妇的情绪不能波动太大。程子安长叹了一口气，失望地说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一直被他欺负。明明是我们先认识的，他张月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对你动手？你别管了，这次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让他长点记性。就在他们亲昵的时候，我淡淡地说，离婚吧，我同意了，协议马上给你发过去，记得签字。
程子安显然没想到我会主动提出离婚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愤怒地吼道，刚要发作的时候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，还没等我拉黑他的号码，轰炸式的短信就发进来了。你在哪？张月，你今天是不是疯了？之前看你怀孕，我懒得说你，你还得寸进尺。你仗着自己怀孕，真以为我不敢跟你离婚吗？我还怕你生孩子那天没人签字，还要从床上爬下来跪着求我呢。还有网上的新闻，马上撤掉，别逼我当众揭穿你的真面目。我没有再看下去，直接把所有短信都删掉，拉黑了他的号码。哪怕前世已经有过血的教训，可再次被他背叛的时候，心脏还是不由自主地疼了一下。进来给我换药的几个护士没有留意我的表情，自顾自地聊起天来。楼下那个男人可真帅啊，我还从没见过如此般配的两口子呢。听说是青梅竹马，从校园恋情发展过来的，真让人羡慕。你这消息也太滞后了吧。最新消息是，程先生为了能让心爱的妻子喝上自己亲手熬的粥，花大价钱包下了食堂的一个窗口，就为了每天亲自给宝贝老婆做饭呢。刚刚我去给他上药的时候，程先生都不让我动手，非得自己来，这才是真正恩爱的夫妻呀，太好磕了。我木然地盯着手背上的针眼，掉了一层皮的胳膊这个时候又疼又痒。等他们走了，我就像得到大赦一样，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，可怎么也吸不到胸腔里去。晚上医生过来看我，说我的腹部遭受过重击，以后很难再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感到庆幸，还好没有孩子的话，他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。无辜的小生命本应该有更好的人生。等病房里的人都走了之后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看网上的最新动态，网暴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了，逼得救援单位的领导都不得不出来解释。然而他给出的解释是，这场火灾完全是我自编自演的，是我出于嫉妒故意伤人，不但浪费了单位的救援资源，还连累他们的三好队长被骂。在视频里，领导一直在说希望网友放下这件事，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把矛盾的源头指向我。为了让视频更有可信度，程子安实名注册了一个账号，还把我和他的结婚证发了出来。他的这个举动彻底把我钉死在网暴的浪潮之中，原本针对救援队的骂声一下子就朝我席卷过来了。我的主页被攻陷，还被官方封禁了，我发出的解释的话也被网友的骂声淹没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能感觉到医院的医护人员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敌意，要是没有可怜的职业素养支撑着，恐怕我早就被赶出去了。我每天都会收到从不同地方寄来的快递，毫无例外全是恐吓我的东西。面对这些，我从来没有辩解过一句。就在医生说我可以出院的那天，我给程子安发了一条消息，明天去民政局办手续吧。他抓住这个机会给我回了电话。怎么，终于藏不住了，还有脸出现啊？我警告过你，也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愿意撤销网上的舆论，现在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要不是妍妍替你求情，我早就报警把你抓起来了。离就离，到时候孩子没爸爸了，你可别哭着求我。他变成没爹的野种也是你自己造成的。还没等我说话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我默默地打开家里的监控软件，把那天周岩纵火的视频画面拷贝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办理完出院手续，就带着证件直奔民政局。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出现的却是周岩。我早就说过，你是赢不了我的，你的老公不过是我的跟班罢了。看到我腹部的时候，他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，哎呀，野种怎么没了？真是太可惜了，前世被亲爸杀死，这辈子又被亲爸害死，遇上你这么个妈，真是短命啊。他居然也是重生的。我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的巴掌就已经抽到他脸上了。流产之后，我身体很虚弱，没什么力气，他却直接摔倒在地上。妍妍，程子安从我身后冲过来，用力把我撞到一边，我从台阶上滚了下去，摔得满脸是血才停下来。程子安把他抱在怀里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猛地转头看向我的肚子，看到平坦的腹部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孩子呢？我狼狈地爬起来，因为伤口的缘故，动作显得很僵硬。我用包挡住腹部，看着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讥讽。孩子，怎么一个野种孤儿还能得到救援队三好队长的关心吗？不愧是全网夸赞的好男人啊，真是让人感动。不过你的关心是多余的，孩子已经没了，就在火灾那天。对了，还没恭喜你呀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好日子能过多久，好好珍惜吧。以后想见你老婆，恐怕只能去监狱里了。程子安皱紧眉头，五官因为愤恨变得极度扭曲。
张月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尖酸刻薄吗？我是队长，救人是我的职责。那天你放火，我没有追究你的责任，还替你救了妍妍，你现在反过来怪我，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根本就没这个资格。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带了什么束腰之类的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就算你今天瞒着我把孩子生下来了，我也会跟你争夺抚养权。我没想到结婚这么久，我在他心里竟然是这样的人，这段婚姻简直就是个笑话。说完，他扶起周岩，就打算朝我走来，查看我的肚子。周岩适时的痛呼了一声，他马上就改变了方向。你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看看？你身体刚恢复，可不能大意。我没事，你别跟姐姐生气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那天不应该去家里惹姐姐生气的，早知道她不喜欢我，我就应该离远点，都是我的错。委屈的泪水流了下来，程子安立刻心疼的眼眶发红。他们旁若无人的亲密样子让我胃里一阵一阵的犯恶心，我忍不住开口制止，腻歪够了吗？够了就进去办手续吧，我给你们腾地方，省得你们名不正言不顺。我一开口就轻易的把他激怒了。张月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看不到妍妍被你伤成什么样了吗？我命令你现在给他道歉。被他的无耻行径气笑了，看到身后周岩那副得逞的表情，我冷冷地说，眼瞎的是你吧？你把我推下台阶，给我道歉了吗？你又有什么脸说自己是孩子的父亲？靠你在火灾现场对我不管不顾吗？还是靠你在我怀孕的5个月里一直和另一个女人纠缠不清？他气得眉毛都竖起来了，朝着我愤怒的斥责，就凭你怀着孕在家放火，想要烧死妍妍，本以为这一个星期能让你冷静冷静，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。你这种自私又狠毒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当母亲，孩子生下来必须交给我抚养，你要是好好对待妍妍，我还可以考虑让你多看看孩子，不然你就别想见他了。他喊的声音很大，吸引了不少路人的注意力，有人认出他就是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三好队长，都纷纷停下来围观。周延生怕没人骂我，马上就指明了我的身份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你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，你怀着孕还放火烧我，我可以不怪你，只求你别再生气了好吗？话音刚落，骂声就像潮水一样朝我涌来。这不是网上那个恶人先告状的恶毒女人吗？被骂了1个星期还不老实，这种人连人命都能当玩笑，被骂几句算什么？就像挠痒痒一样，孩子跟着他真是遭罪，还没出生就背上人命了，这种人怎么出门没被车撞死？面对这些骂声，程子安根本没有为我辩解的意思，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听不懂我说话吗？给妍妍道歉可以呀，除非她先跪在我孩子的坟前给孩子道歉。不可理喻，无药可救。我当时真是瞎了眼才会跟你结婚，离，现在就离。周岩听到这句话，眼底露出了得逞的笑意。我没有吭声，只是低下头拍了拍身上的土。笑吧，笑得越开心，到时候入狱了哭得就越惨。在办手续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也认出了我们，看向程子安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，好像跟我离婚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解脱，是我阻碍了他走向幸福的道路。我任由他们把相机镜头对准我，疯狂地拍摄，然后传到网上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程子安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他把周岩搂在怀里，2个人直接上了车，着急的连孩子的情况都忘了问。他不问，我也懒得解释。家里被烧成了废墟，我就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。签好合同之后，我就直奔警局。在路上，周岩给我发了一条炫耀的短信，我点开照片，里面是程子安正在售楼部为他们2个人挑选新的住处。上一世你就赢不了我，这一世你还是输家，认命吧，你的野种注定生不下来。我把他发的信息一条一条的保存下来，和从监控里截取的视频一起交给了警察。警方一开始认出我就是网上传言中纵火的人，对我的态度不是很好。可是看完视频之后，他们脸上只剩下同情。你有证据，为什么不早点交出来？我摇了摇头，时机还没到。如果一开始就把视频发出去，我就不能顺利离婚了。只有让他飘到最高处，再狠狠地摔下来，这才算是报复。警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让我回去等结果，他们会尽快调查。结婚这几年，我是全职家庭主妇，没有任何收入。现在离婚了，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工作，不然我连起诉周岩上法庭的钱都没有。我下载了招聘软件，给当地的公司投了简历，可是网暴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想象，
他们竟然连一个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回复的借口也很敷衍，怪我没有工作经验。可我这边能看到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打开过简历的邮件，估计是看到我的名字就直接淘汰了。我不甘心，一个一个的给人事打电话，一开始还有人愿意接听跟我交谈，可是后来我的号码都成了行业的黑名单了。我也不生气，毕竟现在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一旦哪家公司被曝光招聘了我，马上就会被网友的骂声淹没。我是双一流大学毕业的，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窘境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看错了人。我放弃了去办公室工作的想法，把目光投向了底层服务员。我到各个商场去转，只要看到有招人就积极去应聘。最终我被一家金店录用了。在这期间，民政局工作人员拍的照片已经在网上疯传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纵火犯被丈夫抛弃了，都纷纷鼓掌叫好。有路人偶遇了程子安和周岩约会，合影后发到网上，评论区里全是祝福。网友甚至还悄悄透露，他问过程子安，对方说两个人好事将近了。全市最大的酒店官方也在这个时候发布公告，说程子安的婚宴就定在他们酒店。看到网上接连不断的祝福，我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这就是他所说的只把周岩当妹妹，两个人清清白白。结果刚离婚就迫不及待的要办婚宴，经历了前世的种种，曾经的爱意早已变成了恨意。他们结婚的消息再也无法触动我，不过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。我想在婚宴当天，新娘和新郎一起被警察抓走，那场面肯定很精彩。一天之后，我正在金店上班，碰到了来逛街买首饰的他们俩。周岩看到我的时候，表情没有丝毫意外，显然是提前打听过，所以才故意选了这家店。老公，你看我戴这个好看吗？我的妍妍戴什么都好看，喜欢就买，我赚钱就是给你花的。我因为脸上有伤，戴着口罩在工作，可程子安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我。我本想转身就走，周岩却说道，服务员，帮我拿一下这个戒指吧。我看了一圈，店里其他同事都在忙着招待顾客，空闲着的就只有我了。我暗自咒骂了一声，转身从柜子里把戒指取出来给他。程子安看到我平坦的腹部，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。张月，你一直带着束腰是想干什么？不知道这样对孩子不好吗？我把戒指放在桌上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先生，我不认识你吧？再骚扰我可就报警了。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想要动手掀开我的衣服，我一闪身躲开了。他变得气急败坏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怀孕5个月了，谁允许你出来上班的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谁说我怀孕了？买不买？不买就走。他根本不理会我的话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动手，一把扯住我的衣领。张月，就算我们离婚了，我也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我有权利管你。店里其他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，他却依旧不管不顾地掀开了我的衣服。看到腹部什么都没有，并没有他所说的束腰带时，程子安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孩子呢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孩子呢？他失控地朝着我怒吼，连旁边周岩的劝说都听不进去了。我冷静地把他的手掰开，觉得特别好笑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孩子没了，就在火灾那天死了。你送周岩去医院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就已经死了。刹那间，他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难以置信地说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没了呢？那天你明明好好的，火是你自己放的，你怎么会把自己的孩子烧死呢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对吧？你说啊，你说你在跟我们开玩笑。周岩把眼底的得意隐藏起来，轻轻地挽住他的胳膊，转头看向我，姐姐，不是我说你，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怎么能背着子安把孩子打掉呢？你的心也太狠了吧！我都说了火灾的事不怪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孩子呢？赌气也不能这样啊，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，不是你任性的资本。程子安原本的愤怒被这句话给点燃了，下一秒他就猛地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我呼吸急促，憋得满脸通红，可他还是只顾着质问，你背着我把孩子打掉了。我使出全身的力气，还是挣脱不开他的手，最后同事发现情况不对，冲上来把他拉开了。我捂着肚子剧烈的咳嗽，心中却只有报复带来的快感。打掉孩子，程子安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孩子是你自己在火灾现场杀死的。你不是相信你身边这个女人吗？那你就继续相信吧，死去的孩子会在天上好好看着你，看着亲手杀死他的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结婚。程子安被我的话镇住了，好长时间都没反应过来。周岩虚伪地走上前，
嘴里说着安慰我的话，可每一句话都像是把我钉在罪恶的耻辱柱上。他凑近我的耳边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抢走我的东西，今天都是你自找的，那个小杂种本来就不该活着。”我积攒力量，朝着他的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，指甲刮过皮肤，他的脸上有了几点血迹。他马上换上一副极其委屈的表情。程子安终于回过神来，第一时间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就往柜台上砸，嘴里不停地怒吼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就是个疯子！你凭什么杀死我的孩子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我要你为他偿命！我要你死！”玻璃柜台被砸出了裂痕，碎片刺进了我额头的皮肤里。我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，目光呆滞。人可真是奇怪的东西。前世他为了周岩亲手杀死了孩子，这一次他又为了给孩子报仇，想要杀死我。果然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店员叫来了保安，这场闹剧才终于结束。在周岩的劝说下，程子安也冷静了下来，但是看向我的眼神里仍然充满了恨意。他们走了，可我的工作也没了。店长责怪我服务态度不好，和顾客当众起冲突动手，影响很恶劣。我懒得跟他解释，直接打车去了医院，在路上联系了警方，得知证据没有问题后，和他们确定了抓捕的时间，就定在婚礼当天。在清理伤口的时候，医生看到我刚流产的病历，满心都是感慨，年轻人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，你这样下去，身体迟早会垮掉的。我苦笑着点了点头，等把该送进去的人都送进去了，再慢慢调养身体也来得及。缴费的时候，程子安用周岩的号码给我发了好多条消息，不是问我为什么打掉孩子，就是质问我凭什么自作主张。他到现在还以为孩子是我偷偷打掉的，而他心爱的女人一直都是那么无辜。我没有回复他的消息。离开医院后，我打车回到了商场，从保安那里拿到了程子安当众对我动手的监控视频，一并交给了警方。之后的3天，我都躲在出租屋里养伤，看着网上实时更新的动态，不是他们买首饰被偶遇，就是试婚纱被人要求合影。他们2个人的热度简直能和当红明星相比了。程子安从那天之后也没有再给我发过消息，更没有问过我一句。也许在他心里，我只是一个残忍杀死他孩子的凶手，早就和爱人这个词没有关系了。倒是周岩每天还是在更新动态，毫无例外都是2个人幸福甜蜜的瞬间。婚礼当天，救援队的所有人都到了，在酒店门口站成2排。我没有收到邀请，出现的时候毫无疑问被他们拦住了。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看到我平坦的腹部时，更是露出鄙夷的神色。今天老大好像没说邀请过你吧，嫂子？不，月姐，你还是别进去捣乱了。要是让老大知道我们放你这个凶手进去，我们的奖金可就没了。我表情平静地跟他们解释，我只在旁边观看，不会出声，但是他们还是不同意让我进去。随着到场的宾客越来越多，不少亲戚都参加过我和程子安的婚礼，认出我之后，对我没有一点好脸色，转头就命令酒店的保安把我赶出去。有人把手里的饮料瓶砸向我，骂我狼心狗肺；有人朝着我的脸吐口水，说我心如蛇蝎。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们没时间理我，匆匆忙忙就进去了。我趁着这个机会跟在保洁员身后，换上他们的衣服，才得以进入会场。流程进行到最后一步，2个人交换戒指的时候，我低下头拿出手机发了条消息，可以抓人了。下一秒，宴会厅的大门从外面被撞开，一群警察涌进来，把新郎和新娘围了起来。程子安皱着眉头，满脸疑惑又愤怒。周岩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就在现场的宾客们面面相觑，不明所以的时候，我缓缓走上台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一下，周岩小姐涉嫌故意纵火、故意杀人罪，我已经向警方提交了证据。程先生涉嫌渎职，在火灾现场故意不救援，还当众打架伤人，我也提起了诉讼。很抱歉，今天的婚礼恐怕是办不成了。如果以后程先生还想办婚宴，可能得麻烦大家到监狱里去看他们了。程子安气得要命，当场就对我破口大骂，想要冲上来动手的时候，被警察紧紧地按住了。周岩慌张地解释着，到这个时候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可惜没有人听他的话。到了警局里，程子安看完家里纵火的监控视频后，神色变得很复杂，沉默了许久，他才缓缓开口问道：这么说，前世那场火也是你放的？原来他也是重生之人，难怪这次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全世界宣告他对周岩的爱意，他是想弥补前世的遗憾啊。周岩这下没了辩解的理由，只能狼狈不堪地向他道歉，祈求他的原谅。程子安满眼都是失望，
看都不再看他一眼。于是他便把他目光投向了我，开始向我认错，求我谅解。我心里明白，像他这种人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错，现在认错无非是想求的我的原谅，他不想坐牢罢了。我不但没有原谅他，反而多次向警方强调必须重判。警察把他带走之后，审讯室里就只剩下我和程子安了。2辈子的愧疚叠加在一起，几乎把他的理智都压垮了。他激动得全身发抖，站起身直接就跪在了我面前。对不起，是我害死了孩子，都是我的错。之前对你的所有辱骂，我全部收回。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原谅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这是我唯一一次求你，在孩子的坟墓旁边给我留个空位吧，我想和孩子葬在一起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心中隐隐有了一种预感，但我没有直接答应他。做完笔录之后，我便离开了警局。警方随后就公开了调查结果，网暴的风向瞬间就扭转了。不过鉴于他们2人都已经进了监狱，再怎么骂他们也听不到了。救援队里的其他人由于在火灾当天听信了程子安的话，对我的伤势不管不顾，也都被连带停职了。官方公告发布当天，正好是周岩和程子安入狱的日子，我的手机收到了许多队员发来的道歉短信，我没有回复，又重新开始投简历找工作。这一次求职的过程顺利了许多。第2天，我就顺利入职了一家公司，董事长是一位中年女性，听说也是一位单亲妈妈。因为网上的新闻，她对我格外同情，给了我很多提升自己的机会。我埋头苦干，对外面的事情充耳不闻。1周之后，我才看到3天前的新闻，程子安在监狱里自杀了。周岩因为陷害孕妇，在监狱里被其他女犯人排挤，仅仅1周的时间，他就已经进了3次医院。看到评论里自称医护人员的网友说，周岩现在还在 ICU 里，生死未卜。我轻轻笑了笑，给这条新闻点了个赞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